然后我们每次去散步的时候就看到，这是他家豪宅，然后外面很多那种来跑车啊，我会担心小瓜会去跟别人小瓜比。我想象到的只是说我要送他什么礼物，我觉得这个压力比较大吧。我觉得重点是这一次要好好去认识他。不进名校，孩子的前途就毁了吗？大家好，我是联合早报的 Ken。我想你们跟我一样呢，对于孩子的前途呢是非常的关心的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请来了3位艺人家长来跟我们聊聊他们的观点跟话题。我们今天请来了秋秋、丽，还有 Alfred。Hello， 我是秋秋，我有3个孩子。Hello， 我是丽怡，我有2个小孩。Hello， 我是 Alfred 沈志豪，我有3个男孩子。第一个问题呢，就是当然小学进好学校重要吗？3、2、1，请举牌。秋秋跟大家比较不一样。我觉得优点当然就是大环境，每个都很努力啊，什么，我就觉得你的孩子也会变成这样子。好，可是我觉得不好，就是说可能孩子会觉得，第一会有攀比的那个心态，就是小孩有怎样，我也要怎样，他们父母做什么给他们，我也要这样子。他们比较东西。不像我们以前在念书的时候比较，就是哇，这你的车怎么那么大辆，然后穿的校鞋也不一样。是，我孩子5岁的时候就跟我说他要买电子表了 ，Apple Watch 啊，因为他学校有一个小朋友带了 Apple Watch， 6岁我就 Apple Watch 带去干嘛？所谓的好学校，我们讲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嘛，所以我觉得就是被你的朋友的一个影响了，一个正面的一个影响，就是比较主动。比较积极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去定义一个好学校？你知道现在都有那种考试卷子可以卖的嘛？所以你看到哪一间学校的卷子被复印出来，那个就是大家眼里的好学校跟名校。所以好学校定义第一个就是呢，可能有排名，世俗一点它有排名哈。第二个就是呢，那个卷子有被翻印出来的。因为他们的都蛮 make sense 吧，我的可能有一点 ，you know， 怎么样？旁门左道嘛。对，我就觉得 OK， 我会看 Google review 啊，真的 it works， 你可以去看一下。可是 Google review 是可以作假的吗？多少星算好啊？4.5 above 吧。我跟你讲，你会有一点惊讶，因为其实很多不是那些很好的，就很多都是父母 complain， 不然就是小孩子在那边讲我不喜欢哪一个老师什么这样。大家可以上网去找一找 Google review， 看一下你的学校的那个积分怎么样。其实我跟我老公做的，我们就会驾车去到学校外面等他们放学，有点 stalker 的感觉，等看小孩子出来，他们的那个言行举止啊是怎样的。就如果你看他们放学的时候出来，是一大班一直成群在骂粗话啊什么这些，然后打来打去啊那种，我就觉得有一点，不然不要啦。是如果你看他们出来是你知道 very orderly，我就觉得不错，OK。可能我比较肤浅。可是 Alfred， 你第一个进小学的时候呢，那个之前你有没有去看过那个学校的环境？是有的，因为其实我的老婆就是她之前在那边念小学，然后我的岳父刚好是那边的华乐二胡老师，然后就觉得那个学校还不错，就文化方面也好，就是刚好排名也好，老师也好，所以我觉得说，刚好又住靠近我的家，那很不错就。他很省心耶，我觉得，因为之前就是已经是校友，所以如果进那个学校更容易。那我知道有很多家长朋友，他们都会去做义工。对，我觉得那个好麻烦哦。我没有在做这些事情，我也没有去规划。好像我孩子4岁半的时候呢，我是刚好有一天就打了一个电话给那个相关的机构，他才跟我说，you missed the registration by 2 weeks， 就2个星期前他已经关闭那个可以做义工的那个，我就说做义工4岁半而已了，我就要为7岁进小学的他去做义工了。对，我那个时候觉得有一点震撼，一点点的震撼。你呢？对，我是震撼。你都没有什么好牺牲的。我真的是有朋友，就是真的做了2年义工，没有办法进入那个小学。这样真的怎么办啊？如果做了2年的 PV， 然后没有得进，没有怎么办的咯？这就是你看你买了一辈子的多多，你没有中，没有怎么办的嘞？你的先生不是新加坡人，对，他能够接受跟可以理解我们这种要去做义工啦，看 review， 完全不能理解。对他来讲是眼界大开。新加坡的这个教育制度，还有就是小一大家大费周章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，他就是完全傻眼。他觉得小学最靠近家里那间那么紧张。我们的第一选择就是在家1公里范围的，刚好有一所名校刚好符合了老公那个
靠近家，然后符合了新加坡人的有名校2个勾就选了。然后我也没有去做 PV 啊，然后后来就ballot 失败哦，没有中，然后我们就开始看附近还有哪些学校的学额是比较多的，看有一间历史蛮悠久的，然后有一个教会背景的，好像还不错，然后也去学校就兜了一圈，后来就决定那一间，然后也很幸运的就第2回合 OK 就 ballot 到了啦。这个有点像那个 sales of balance， 就如果那个学校有很多学额的话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？其实它周围是一个很老的社区，其实有小朋友的家庭相对少很多，我觉得这个是可能的一个因素啦。因为我小孩刚好明年要进小学了嘛，我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压力的，但是呢，直到我跟身边的人讲的时候呢，每一个人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那你选小学了没有？我就才开始有那种 peer pressure， 是不是应该关心一点？对，我是不是不够尽责呢？我甚至有一度想过要搬家去另外一间比较好的学校，但是万一我搬了之后进不了怎么办呢？那你觉得父母牺牲多少算牺牲？你觉得呢？我就觉得小学比较重要的是家里的，还有怎么看护那小孩啦。小孩子他很容易听你讲啊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小学其实不用牺牲那么多，你不用去这么过度的操心。我有另外一个意见啦，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都是双薪家庭，我们陪孩子的时间其实是很少。其实从小学开始，他们一旦有了 CCA， 他们在学校的时间就很长。其实学校的环境也是很重要的啊。然后至于牺牲的这个部分，如果为了一个孩子要进一所小学，而你去搬家，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程度的一个牺牲。可是我觉得这个现在已经是一个基本的了，就是你如果今天真的要考虑到要进一个学校的话呢，搬家是一个基本，不然就租房子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儿子一出生，他就已经在想说他要进哪一个小学了。然后就开始部署，他是属于搬家一族，就是为了让他的儿子进这个知名男校，然后就在那一区租了一个房，因为那一区很贵啊，那一区是一个很贵的住宅区，所以他们租的那个房子其实很小，但是因为没办法，他要拿那个地址嘛，他要报名嘛，所以他进了吗？最后来进了，如他所愿。你想想，如果那个当下他没有进的话，他要怎么办？他觉得值得一试，值得一搏，他就搏了。Alfred之前是住中部的嘞，我记得。你现在的小朋友的学校在东部，right？对。所以其实你有搬家呀？我有搬家，因为我家太小了。重点是他家太小，对，不是距离的问题。人越来越多，反正都要搬家了。然后刚好我的岳父岳母就住在东边，然后刚好那个小学也在东边。如此多的巧合，他是那种拿100分讲我没有读书啦，对，很烦哈，就越听越觉得说好惹人厌啊，这个人不是。可是你搬的时候有没有特别一定要在那个1公里之内？还是需要，那个机会比较高。他就说10拿9稳就对了，他太太都已经是 alumni 了，对，然后他还要就是在1公里，就是一定要稳进去。我要稳。会不会觉得说选对好学校就会赢在起跑点？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家长为了要让自己觉得我已经尽力了，所以才会从孩子可能一出世没多久就开始在规划安排。可是我觉得最终还是家庭、孩子跟老师们他遇到什么样的朋友，我觉得决定一个人到后来会站在什么样的位置。我想觉得可以这样去想，就算你把一个最好的名车给小孩乱驾的话，然后这边撞啊那边撞的，有很多冤枉路，不是你可以控制的。最终还是那个个人的培养是很重要的。可是呢，我发现到呢，进学校呢，除了是孩子的压力之外呢，父母的压力也很大的。譬如说，我看到有一个 comment 是说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孩子进学校，然后他的那个小学的那些同学的家长们，不是政要啦，就是一些什么高管啦等等的，去他的 birthday party 压力很大，然后跟他的 parent 讲话的时候压力也很大。你们有没有碰过类似这样的情况？我就是OK，有被好像他们请去生日会，我们全部会进那个学校，都是住那一区的。是，有时候他放那个 address， 然后我们每次去散步的时候就看到，这是他家。很大的那种豪宅，然后外面很多那种跑车啊什么的，然后我就会想说，你跟他熟吗？不熟，不然不要去了。因为我会担心说，你知道吗？小瓜会去跟别人小瓜比。我想象到的只是说我要送他什么礼物，我觉得这个压力比较大吧。就我要去他的生日会，他住这样的豪宅，然后我要穿什么衣服去，孩子要穿什么衣服去，然后我会送他什么礼物。我觉得礼物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，他也不需要
对呀，就是他不需要，可是我还是需要准备啊。我觉得重点是这一次要好好去认识他。我们是不同的想法。不，其实这个也是很多家长呢选名校的另外一个原因。他是以他自己出发，就觉得说小朋友呢，如果小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，他就是一个平步青云的一个，就说是建立人脉的一个管道。对，从小就开始。所以甚至有一些家长呢，硬要让孩子去国际学校，因为国际学校你可能会碰到什么王子啦、什么公主啦之类的。吗？真的。有一些什么国家的一些什么元首的什么女儿啊，在这边很多大企业的小孩啦，都在国际学校。是哦，所以阿 Fred，你要不要考虑转校？不会啦，比较麻烦呢。我觉得大家可能想太多了吧。就别人家的条件好，那 OK， 我觉得去啊，去开开眼界，看一下他们的豪宅。至于礼物方面穿什么，我觉得不用去想太多。小朋友嘛，就穿他觉得最开心、最舒服的那一套，然后就依据小朋友对对方的了解，就买一份礼物就好啦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把那个焦点呢又放回孩子身上，宁可做大池塘里的小鱼，还是小池塘里的大鱼？如果是选前者呢，就举绿色；选后者呢，就小池塘的话呢，就选红色。OK，3、2、1。OK， 小池塘。我又是那个举棋不定的，两边都可以的感觉。我们先看秋秋的，为什么你觉得要做小池塘？我不是因为要我小孩去小池塘做大鱼，我只是不想把他放进大池塘，然后可能会有那个压力。他去小池塘，他没有压力，他做大鱼小鱼都无所谓。然后他有很好很 nice 的童年，我就觉得 OK 了。我知道我孩子的性格，他们可能自己本身比较懒散，然后如果我硬逼他们说你一定要怎样怎样，你看别人都怎样怎样，我觉得会给他们过于的压力。丽怡为什么是2个牌？因为我觉得要看那个小孩他的天赋，对，他应付学习怎么应付然后他的个性，他抗压性强不强？那我觉得不要去剥夺小孩子去挑战自己，因为有些小孩他们就是有那个斗志然后他也有那个能力。如果说那小孩明明已经在挣扎了，那你还要给他一个那么高的门槛，说你一定要拿 AL 几，你要进什么名校，那我觉得又太伤害那个孩子了。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运动教练，所以有看到就是有些小孩在不同的压力情况下会做得比较好。我也是有看过一些朋友就是在名校的时候完全接受不了那个压力，然后家长没办法就要把他们转校。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情况，还是要看小孩的性格。请问你们觉得孩子啊，到现在这个年纪呢，他们会知道什么是好学校？他们会认同这个东西吗？我觉得我孩子不懂你没有给他接触到 ，it's like you don't know what you miss，you know， 他就觉得我的朋友很好，我老师很好，我就很好就很好了。我女儿会，我女儿今年小6嘛，这个 senior got into a good school， 她的好学校就是跟成绩挂钩，在我女儿的眼里。就你成绩很好，你进得了这一间 A， 这个 A 就是好学校。但他会觉得他现在在的小学不够好还是什么吗？他会不会跟你讲的？不会，没有这样子一个。不会，他不会觉得他现在的小学不好。我觉得他这个小学虽然不是名校，但是我觉得老师都非常的尽责。他们在课余的时间，好像小6生，所有的小6生都可以留下来补习。这个是老师自发的，不用付费，任何人都可以参加，每一科都可以。所以我觉得老师好伟大，好辛苦。我小孩的小学不是什么好学校，可是那个老师会专程打来说，他什么什么有一点弱，他如果要放学后，我自己跟他加强一下都 OK 的。这2个 Google Review 都给他打5颗星。OK， 这不是我说的，我听说的，就是邻里学校 Neighborhood School， 他们的老师真的是比较有爱心，真的会去教，好好教。然后好的学校呢，家长会负责这一块，就把他们带去补习，因为家庭的环境比较好，所以老师就不用做那么多。我听说的，我听说的。这样概括的来讲的话呢，成绩是一件事，可是个人的培养其实是更加重要的。希望他的态度是好的，学习是主动自发的，然后希望他可以成为一个好人。你们还希望我们聊什么课题呢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哦。今天再次的感谢3位 ，Thank you，谢谢，拜拜。